这所监狱有个奇怪的规定，所有囚犯都禁止穿鞋，但狱警们无一例外都穿着厚厚的高温防电鞋。更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佩戴武器。就在犯人们感到疑惑时，对方却从腰间掏出了一个遥控，随后轻轻一按，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就从地板上袭来。这种不致命但让人无比痛苦的刑罚，使得一个近5000人的监狱中，仅需要50名狱警即可管理，而且这还只是最低档。等队长训完话后，几人很快就被带去换上了特制的囚服。这里看似是一个监狱，实则是一个巨大的工厂，许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进来，然后进行残酷的10小时工作制。每一个车间都会有一个主管来负责大家的一切事务，除了有新人进来时狱警会来车间一趟，其余的时间他们都不会过来。但他们从不担心犯人们会越狱，如果犯人们出现这个行为，他们只需要启动地板的电击模式，便可以轻松将其制服。为了鼓励生产，监狱每周都会对各个车间进行综合评估，除了排名第一的车间会受到奖励，其余车间都要接受电击惩罚。为此，所有犯人不得不无时无刻抓紧工作，不敢耽误1分1秒。主管告诫男人一定要认真学习，争取在1小时内学会车间的生产过程。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们便会回到宿舍休息。宿舍是一个不足3平米的单人间，就像一个休眠舱一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摆放在墙壁之上。一日三餐则是通过这根管子运送过来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不过味道就一言难尽了。想要吃到有味道的东西，就必须要在评估中拿到第1名，而他们的刑期会显示在这个屏幕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在不断减少，这样犯人们才会有活下去的动力。可奇怪的是，上个月监狱突然进行了重新量刑，所有人的刑期都无一例外翻了1倍。大家最近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何他们要这样做？还不等众人讨论出结果来，就被主管强行制止了。这要是被狱警听到，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这时，牢房里的广播响了起来，到了熄灯就寝的时候，在30秒内犯人们必须要回到床上，否则地板上的白灯一旦变成红灯，就会被强大的电流直接电死。所以即使没有牢门，他们也不敢越狱。很快新的一天就开始了，等红灯再次变回白灯，囚犯们便可以去车间工作了。这所监狱一共分为7层，它建立在大海之上，像这样的监狱还有很多个，每层的犯人都处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中，所以他们想要和对方交流，就必须要通过手语。看样子最近监狱发生了大事，初来乍到的男人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能被迫的选择无休止的工作。在不断的学习中，他也渐渐熟练了车间的生产流程。主管不断的催促大家抓紧时间，这一次他们很有机会冲到第1名。如今离评估就只剩1天了，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其中一名囚犯因忍受不了监狱残酷的生活，选择了自杀。Who is it? No! He railed it! Who? Femos! Femos! Table 3, the tall one! Fell! I jumped! Oh, yeah, well, we'll be smelling him all night. Rail here at night, I've got no sympathy. Shut up about it! You'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be short-handed all day tomorrow. Think about that when you're getting fried! Enough! Let's quiet down! 没人关心他的死活，大家所在乎的是缺了一个人，他们的进度就会被耽误，进度被耽误就很难拿到第1，拿不到第1就要受到惩罚。因为3号台确认他们现在已经跌落到了第4名，大家只能拼命的赶工。可男人却不打算坐以待毙，他一进来就开始想办法越狱了。每次趁着上厕所的间隙，他都会来这里用锯子锯水管。可刚锯没2下，广播就响了起来，是有新人过来了。他赶紧将现场还原，然后回到车间。You men on the floor! Hold your positions! 正是狱警这次送新人的过程，让他发现了监狱的巨大漏洞，那就是对方并没有穿防电鞋，却在电击犯人时没有受到导电作用的影响，说明这个升降台并没有连接电线。这让男人瞬间就想到了越狱的办法，那就是在升降台上干掉狱警，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但眼下并不是时机，他要说服所有人一起逃出去。因为有了新人的加入，他们的工作进度再次得到了提升，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拿到了第1名，因此免除了电击惩罚。可就在这天，一名犯人在和隔壁狱友的交流中得知第2层发生了一件大事，还不等男人问清楚，房间里就突然开始变得燥热无比，而且氧气似乎越来越少，让人难以呼吸。 What's he say? Level 2. He's coming this way around now. What's he say? Alright! 紧接着房间里的灯忽然就熄灭了，可没过几秒就又恢复了正常。 It's 2. Something's wrong on 2. They're going too fast. I can't read it. Everybody calm down! Something's really wrong on 2. 主管赶紧出面制止了他们的进一步讨论，他生怕狱警一生气，自己这边也会受到牵连。很快，众人就被广播赶回了宿舍。回到宿舍后，男人询问主管：“难道从来没想过逃跑吗？”但对方并不想回答，他还有217天就可以出狱了，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意外。可男人依旧喋喋不休的询问，使得他越来越害怕，害怕被狱警监听到。对方却表示狱警根本不屑于监听，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不可能逃得出去的。见主管并不理睬自己，男人很是恼火，想要越狱就必须要拉拢对方。就在这天早上，2层所发生的事被传开了，整整500人无一例外全都被电死了。为此，狱警不惜抽调了监狱的全部电力，所以才会出现几秒的停电现象。 Who's saying this? Maintenance tech. We had a team go down. He said they find the whole bridge. Because 这件事的发生，让一直为监狱卖力做事的主管内心也出现了动摇，但为了稳住军心，他仍旧表示这只是传言罢了。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前，先专心工作。可就在众人工作时，一位年长的囚犯由于过度劳累，已经开始站不稳了。回去的路上便虚弱的倒在了地上。主管为他叫来了医生，医生其实也是这里的犯人，他们彼此之间都认识。主管希望对方能医治好老人，毕竟他只剩下40天就可以出狱了。可对方接下来的一席话让他大为疑惑，他觉得老人没有什么好医治的了，反正所有人都不可能活着出狱的。说着说着，他就拿出药剂准备对老人进行安乐死。I can't help anyone. I need a bag and a trolley. It's coming. He's lucky. He'll pass peacefully, which is more than I can say for the rest of us. 主管很是疑惑，接着又询问第2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医生以需要裹尸袋为由支开了一旁的狱警。They made a mistake. A man who was just released on 4 ended up back on 2 the next day. Word got out on the floor and then they killed them all. 两人听后都是一脸的震惊，没想到所谓的刑满释放，竟只是将犯人从这个楼层转移到另一个楼层，没有人能离开这所监狱。就在他们还想要继续追问的时候，狱警过来了，没办法，两人只能双手抱头回到车间。有了医生的话，男人觉得现在正是拉拢主管的好机会。接着他便开始劝说对方，虽然这个家伙嘴上依旧强硬，但内心却已经开始动摇了，开始主动询问他有什么计划没有。 Plan works around a new man coming down. They'll replace Olaf tomorrow. That might not happen again until it's too late. I'd rather die trying to take them down than die giving them what they want. 主管终于答应了男人，并向大家说出了监狱的真相，那就是没人能从这里出去，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自己逃出去。其他人也早就受够了这里的生活，所以毫无悬念的都答应加入了越狱的队伍。等到工作时，男人悄悄接过同伴手中的铁棒，然后来到厕所，用它撬开水管，让里面的水都流了出来。此时另一边的狱警准备押送新人过来了，他却还在里面没有出来，同伴们只能摆好姿势为他默默祈祷。终于在对方发现前，他成功的回到了岗位，这时水也刚好流了出来。 Lift engaged. 见时机成熟，他用眼神告诉同伴计划可以开始了。随后两人就故意大吵了起来，很快就引起了暴乱。等狱警的注意力都被成功吸引过去后，男人赶紧趁机截停了升降台，然后大家开始纷纷跑上去准备抢夺对方手中的武器。这个新人也很是聪明，立马就明白了他们想要做什么，赶紧捡起地上的电棍电晕了其中一名狱警，可惜却被上面的狱警一枪击毙了。 得到命令后，大家开始纷纷拿起手里的武器朝上面扔去，可这根本打不过有武器的狱警，犯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所有人都没有因此而退缩的，反而变得越来越勇猛。对方眼见快招架不住了，赶紧呼叫里面的队友启动地板的电击模式。众人一听，连忙爬上了工作台，而反应慢的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纷纷遭受到了电击。不过在水流的作用下，很快线路就发生了故障，电击模式也因此失效了，他们再也威胁不到囚犯们了。主管见状，立马让大家发起进攻。得到命令后，所有人都开始前赴后继的往上冲。这时男人也顺利爬了上来，他成功的放倒了2名狱警，并拿到了武器。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本车间的控制室。这时位于下层的车间开始发生了漏水，他们不知道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了武器的加持，犯人们宛如天神下凡，狱警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因为一个已经将生死抛之脑后了，另一个却畏惧死亡。可就在这时，总控制室传来了广播，整个监狱将在40秒后激活死亡电击模式，所有犯人必须回到牢房。不过好在主管和男人及时的赶了过来，工作人员被惊得目瞪口呆，不明白犯人为何会来到这里。主管让他们立马关闭系统，没有武器在手的他们只好照做。男人觉得这样依旧不够安全，接着又威胁两人彻底切断电源，也就是外面的水利系统。做完这一切后，主管开始向全监狱广播，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整座监狱，并关闭了地板的电击模式。想要活命就勇敢地走出牢房，拼命地往上爬，同时不留余力地解决掉阻挡你们的狱警。等他们的救援赶来，我们就没机会了。 We know that they are making up our sentences as we go along. We know that no one outside here knows what's happening. And now we know that when they say we are being released, we are being transferred to some other prison to go and die. And that ends today. There is one way out. Right now. The building is ours. You need to run, climb, kill. You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在他的鼓舞下，大家纷纷开始走出牢房，想着自由的曙光前进。剩下的狱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蜷缩在了房间里，根本就不敢出去。想要依靠仅仅50人的兵力镇压拥有5000人的队伍，显然不可能。很快，犯人们就来到了监狱的外面，即便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他们也都毫不犹豫地纷纷跳了下去，向着不远处的陆地游去，结束了被人奴役的生活。然而，不会游泳的主管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找对象就来真的上牵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找对象就用牵手。